明明身材很苗条，她却在挑选超大号的贴身衣。这奇怪的举动让男人忍不住发问 ：“Building the parachute? Excuse me? They're a little big, aren't they?” 男人很不解，自己只是开了个玩笑，为何女人会如此生气？可他做梦都不会想到，眼前的绝世佳人其实是个千金大小姐，只因他刚被一位大师催眠过，他所看到的胖女人都是绝世美人。而这一切的根源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。男人叫哈利，父亲临终前曾让他发誓，将来娶老婆一定要娶个漂亮的，不然死后就会下地狱。说完便安详地闭上双眼。哈利很难过，但也牢牢记住父亲所说的话。为了不违背父亲的遗愿，长大后的哈利不断穿梭在各种场所，专挑身材火辣的女人下手。可他那迷糊又陶醉的模样，总是会让对方避而远之。他只好将目标转移到邻居吉米身上，死皮赖脸地求他和自己约会，但换来的却是吉米的一顿嘲讽，甚至叫他赶紧搬家离自己远点。可他的悲催生活还不止于此，公司把本该属于他的升职机会给了另一个年轻貌美的新同事，只因那个人是老板的亲戚。哈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，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，他只好尴尬地离开办公室，准备买杯奶茶来安抚一下自己。可好巧不巧，他在电梯里遇到了著名的催眠大师，两人在闲谈时电梯却发生了故障。由于等待救援过程太漫长，无法出去的他们只好聊一些趣事来打发时间。于是哈利便提起了自己的择偶标准，年轻貌美的，前凸后翘的，声音最好是嗲嗲的那种。大师听后觉得很不可思议，认为哈利不该这样肤浅，该去从内心深处欣赏每一个人，于是便决定帮哈利改掉这些毛病。他让哈利闭上眼睛，想象某一个画面，随后默念3遍咒语。不久后，哈利疑惑地走了出来，可他怎么都想不到，命运的齿轮也在此刻开始转动。他遇到了一个正在等车的女孩，得知两人的目的地相同后，他们便决定一同搭车。看着女孩那微醺的模样，哈利忍不住心中那份悸动，他不停地夸赞女孩那绝美的容颜，却没注意到司机向他投来困惑的目光。为了完成那个宏伟的使命，哈利果断地追上女孩，要了联系方式。女孩非常惊讶，因为她也是头一次这样被男生搭讪。自上次被大师开过光之后，哈利的情感路就变得畅通无阻。他又看到了一位绝世美人，只是一眼的瞬间，哈利便深深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心动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。可他做梦都想不到，对方其实是个重达100斤的小仙女，但在他眼里却是这样的。本想着以玩笑的方式来接近对方，不料适得其反，让安妮产生误会，还以为哈利是在嘲讽自己。直到哈利诚恳地道歉，才让安妮放下心中的误解。为了表达刚才的无心冒犯，哈利便恳求安妮给他一次赔罪的机会。他们来到一家炸鸡店，可接下来的举动直接让哈利惊掉下巴。安妮竟然给自己点了3人份量的超大桶，无法想象一个瘦弱的女人食量会如此之大。可为了迎合这份尴尬，哈利也照单点了一样的。敏感的安妮看出了一切，她只好解释自己易胖的体质，无论怎么吃，体重都只增不减。哈利调侃她别太苛刻自己，这样的身材已经非常完美了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可突然安妮重重地摔了一跤，原本好好的椅子已经折断了。哈利很担心她有没有受伤，在店长从惊慌中赶到的同时，他将所有过错都归咎于这把质量不好的椅子。对此店长无从解释，只好赠送炸鸡作为补偿，却不料被陌生人嘲讽。Looks like we're too late. Food's probably all gone. 为了守护自己的尊严，更为了在安妮面前表现，哈利决定返回去扳回一局。他嘲笑两人刚才的举动，纯粹就是出于羡慕，因为自己带着一个完美的伴侣。可他并不知道，在别人眼里的完美竟是那么奇特，而哈利依然陶醉其中，无法自拔。经过这次的事情，安妮不仅对哈利有所改观，更产生了几分好感。他们相互留下联系方式，并约定明天在公园里散步。If I don't hear from you, I appreciate everything anyway. 次日，哈利向好友威尔说起了被催眠一事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才遇见如今的安妮。看到他们出双入对的样子，威尔惊讶地说不出话。他不明白曾经以美为目的的哈利，如今会喜欢这样的类型。但看到哈利那宠溺的眼神，他只好把心中的疑惑解释为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但安妮的为人，并非外表就能轻易判定。善良的她在医院里当无偿义工，经常去照顾那些身患疾病的孤儿。这是哈利头一次了解安妮，也是头一次感受到原来接受和帮助会让人如此快乐。之后，他确立了恋爱关系。安妮每天早晨都会贴心地送来咖啡。可慢慢的，哈利总是遇到一些困惑的事。明明超大一杯奶茶，只是转个身的功夫，就被安妮喝个精光。船总是毫无根据地沉向另一端。更让他无法解释的是，那么瘦弱的身躯竟然能蹦出惊涛巨浪。历经短暂的恋爱期，安妮决定带着哈利回去见自己的父母。看到未来丈母娘如此端庄高雅，哈利不禁夸赞安妮那高挑的身材，原来是出于母亲的优良基因。气氛顿时变得无比尴尬。
他们很不理解，居然会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夸赞别人。之后闲谈时才发现，安妮的父亲竟然是哈利所在公司的老板，这让父亲不禁怀疑哈利的真实目的，认为他接近女儿是有所企图。毕竟对于女儿这样的体型来说，喜欢她的人都不是真心的。哈利很奇怪，明明安妮如此完美，为何父亲会说这样贬低的话？但父亲认为这是事实，并非不认可女儿的容貌。可哈利却觉得父亲对安妮太过苛刻，不能用极高的标准来屏蔽安妮的好。看到哈利振振有词地为女儿辩护，父亲才相信他的真心，或许真的不是看重自己的家产。得到了父母的认可，安妮便决定搬来和哈利一起住。可同居的头一天，哈利却发现裤子的尺码有点不符合安妮，但他依然认为这是安妮的恶作剧。他们沉浸在这份甜美的恋爱中，享受着彼此带来的快乐。哈利也开启了逆转般的人生，有了安妮这个千金女友的强大后山，再加上工作能力尤为突出，安妮父亲直接将她升为公司副总。此消息一出，昔日的同事却没有为她祝贺，反而语重心长地劝她别昧着自己的良心。以这样的方式去伤害一个女生，是真的很无耻。不仅如此，威尔也怀疑她是不是头脑发热，还是之前被拒绝后的后遗症。他怎么会喜欢上像头犀牛一样的女孩？可哈利并没被他们的话所触动，他对安妮的爱早已深入骨髓。看到哈利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，威尔这才想起之前提起过的催眠，便立即找到大师求助，要求他立即为哈利解除催眠。经过激烈的据理力争，大师才答应威尔的请求。而此时的哈利和安妮正甜蜜约会，可不幸的是，安妮再次坐坏了沙发。每次看到安妮出意外，哈利总会贴心地呵护她，更给了她无限的安全感。他把安妮安顿好后，便去找前台讨个说法。但这时威尔却突然来电，还说了一些稀奇古怪的话。Shallow Hal wants a gal. Mauricio, wha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? I just saved your life, baby. 可挂断电话后，哈利却发现刚才的女前台变成了小哥，而且他们的位置正被一个胖女人霸占。可他环顾四周都没有看到安妮的身影，就返回去问前台是不是给他们换了位置。Did you move us? No. Second table on the right. 在得到否认后，哈利又看到那个胖女人正在吃他们的食物。Sweetie, are you okay? 无奈哈利只好回去准备问个明白。就在他即将走到胖女人身后时，威尔一把将他拉了出来。威尔告诉他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催眠，每个他所看到的人都是完美无瑕的。对此哈利并不相信。可当他转头回去寻找安妮时，却遇到了一个高挑但不太好看的女人，并且对方一来就质问哈利为何不给自己打电话。哈利这才想起那次出租车上的偶遇，他故作镇定地给了女人回应，也终于相信威尔所说的话。他无法接受这一切，因为自己对安妮早已付出真感情，如今却被现实狠狠打断。就在他为此感到抓狂时，被冷落在餐厅的安妮突然找了过来，可哈利并不敢与她相见，只好谎称自己得了眼疾。没想到这让安妮更加担心，她执意一定要进来看一下。慌忙中，威尔找来了一瓶发膜，这才蒙住哈利的眼睛。迷糊中，他看到了安妮庞大的身躯，不禁感到有些失落，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和安妮甜蜜道别。未来的那段时间，哈利总是以各种理由躲避安妮，不去见她，也不接她的电话。他已经深深爱上想象中的安妮，害怕那份美好抵不过现实的残酷。安妮也察觉到了哈利有些反常，她问哈利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。安妮的关心让他瞬间产生了罪恶感，可一直躲避对方也不是长久之计，便答应了明天和安妮见面。想到即将要面临抉择的时刻，哈利的心里就堵得发慌。他不知自己最后敢不敢接受这段感情，更不知如何才会不伤害到安妮。出发前，他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，不料吉米却在这个时候找了过来。他想邀请哈利一起去用餐，可躁乱的心情让哈利无暇顾及他人的邀约，而吉米仍不依不饶，执意要和哈利同城。他们来到了和安妮约定好的餐厅，看到哈利与以前大有不同，吉米便趁机表明自己的心意，希望能和哈利重新开始。但这一幕刚好被安妮撞见，他突然意识到最近哈利的刻意躲避，原来是找到了其他追求对象。自卑与恐惧让他不敢前去对峙，只能落寞地逃到外面，任由泪水挥洒着脸庞。而毫不知情的哈利却在这时打来电话，他仍然像以前那样甜言蜜语。原来吉米向自己表白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内心所想，更坚定了对安妮的爱已经不再关乎外貌取向。可安妮早已被伤透了心，也决定放弃这段虚伪的感情。次日，哈利便早早地来到安妮家中，想当面和她坦白之前的误会，却发现安妮正在举行前往巴基斯坦的告别派对。因为自从催眠被解除之后，他就没看过安妮的真模样，只能仅凭感觉在茫茫人海中搜寻。可当安妮转身的一瞬间，他还是认出了对方。 Oh my god. You're beautiful. You have no right to be here. Rosemary, I am so sorry that I hurt you, but I love you. You're the only girl I've ever loved. You really hurt me. I know. But if you let me, I want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making it up to you.
他没有执意让安妮为自己留下，而是决定放弃一切，陪她一起去世界各地当志愿者。虽然没有以前的甜言蜜语，也没有震动山河的誓言，但他此时却无比真诚。安妮也深深地被哈利给打动，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。或许现实中有太多人像他们一样，因为身材和样貌而备受煎熬，害怕不被尊重，害怕得不到接纳与认可，慢慢变得越来越自卑，不敢去爱，更不敢接受别人的爱。其实不然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最难能可贵的其实是内在美。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去爱，每个人都应该被爱。